这支影片呢，我会给你分享一个全网最简单直白的 TradingView 的新手教程。网上虽然有很多相关的教程，但是要么是讲得太细太啰嗦，要么是讲得太专业难以理解。今天我只说重点，不讲废话。想要快速搞懂 TradingView 的，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什么是 TradingView？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和使用 TradingView？TradingView 是目前全球使用频次最多的看盘软件。它的强大之处在于，不管你交易什么品种，股票、基金、期货、外汇还是加密货币，你在上面都能找到对应的标的、对应的 K 线，而且历史时间都非常长。只要你会用了 TradingView， 其他的看盘软件、指标或平台，你都可以不用去管它了。还有就是高度定制化，如果你是程序员或者懂一些编程的人，你就可以在 TradingView 上面使用代码来编辑，创建自己的指标或者程序。当然，它还是有付费版的。但在这边我建议，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前期不要花钱，后边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再针对你的需求去升级就可以了。很多新手刚开始没什么钱的话呢，就没必要在这个上面去额外承担很多费用。我现在打开的是 TradingView 桌面版，关于下载，我已经在之前的影片里讲过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去讲了。打开之后，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事情，就是点击右上角的3条杠去登录它。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，直接点击注册就可以了。你可以使用 Google 账号、Facebook 账号、X 账号等等各种账号注册。登录之后，按照你平时的习惯去设置语言。如何使用 TradingView 去查找你想要的标的，去查看它的 K 线图表。你只需要用搜索功能，直接搜索加密货币代号或者股票代码。例如，我想搜比特币，就输入 BTC/USDT。搜索比特币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下面会出现很多比特币相关的标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呢？因为虽然都是比特币，但它们来自不同的交易所。这里有币安的、OE 的、Coinbase 的、海妖的等等。后面带 P 字的是合约。例如，我现在想看币安的比特币合约 K 线，就点击 BTC/USDT.P。币安的交易对，进入之后就是 TradingView 上币安比特币 USDT 合约的 K 线图，在标的右边就是时间级别。例如，从日线切换到1小时，图表就会变成1小时的 K 线，每根蜡烛代表1小时。切换到4小时，就代表每根蜡烛4小时。切回日线，就是每天1根的 K 线。右边是技术指标，点击之后可以选择各种指标，你也可以搜索你想要的指标。屏幕最右上角有保存功能 ，TradingView 默认会自动保存你画的线。下方有面板，可以切换单图、多图分屏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多图分屏是需要付费的，免费版只有单屏。还有设置按钮，可以自定义 K 线颜色、商品代码、标题样式、坐标轴样式。接下来我们重点看左边工具栏，光标可以选择十字、箭头、圆点，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选。这个呢就是画线工具，点击一下打开，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不同的线条，有趋势线、有色线、有资讯线、有延长线、有角度线、有水平线、水平色线等等各种各样的线。底下呢还有通道。什么叫通道？2条线组成中间的区域就叫通道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趋势线，可以以比特币的图表为例，在比特币的 K 线图表当中画一个这样的趋势线。我认为比特币呢，在之前这轮上涨过程当中，会一直沿着我画的这条趋势线进行震荡上行。当我主观的画了这条趋势线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在比特币每一次回调到这个趋势线，并且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的时候呢，去交易做多。那这个就是趋势线的作用。那水平线呢，其实也是一个水平的趋势线。例如这里边呢，我就画了一条水平线。每一次回踩这个水平支撑的时候，如果我判断这个水平支撑有效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个水平支撑的地方交易做多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根据我所掌握的知识主观判断的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底下有通道，有平行通道，有回归趋势。我们就以这段 K 线为例，画一个平行通道。例如，我觉得比特币在这个平行通道里边一直震荡上行，我就使用这个平行通道的一个指标。在比特币这段行情里边画出一个平行通道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行通道里面呢，每次回踩通道下沿的时候买入，在上沿的时候卖出，或者说这段里面你都踏空了，你就可以在突破这个通道上沿的时候
去买入现货或者去做多都可以。当然它也是一个主观的指标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斐波那契回撤指标，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讲过，在这里就不细讲了。还不知道的，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找往期的影片来看。这里边呢是各种形态，例如说什么蝙蝠形态、三角形形态、头肩顶、头肩底形态啊。那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高阶一些。还有就是这个多头部位和空头部位。就是假设我现在想去开一个多单或者买入现货，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创建一个多头指标。红色部分呢是我止损区域，绿色部分呢是我止盈区域。这个红色和绿色区域呢，这是我这笔交易的一个计划，什么时候止损，什么时候止盈，以及我止盈的时候赚多少，止损的时候亏多少，它都会帮我算得一清二楚。那在未来空头也非常简单，假设我在这个地方去做空的话，我的止损会放在什么地方，我的做空止盈会放在什么地方，就能够直观的通过这个红色阴影部分的面积和绿色阴影部分的面积，就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出来我这笔交易的赔率是什么样子的，盈亏比是什么样子的，以及我在什么地方止盈止损。测量工具里面的这个时间价格范围可以测量，例如我们从这里开始画到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帮我们测量出来，从测量开始到现在一共经历多少天，多少根曲线，中间这段时间里边成交量是多少，这个标的震荡的幅度是多少。这个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是用来显示在特定价格区间内，成交量主要集中在哪些价位，也就是主力筹码区间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成本价。例如我们要测最新的这一段行情的成本价是多少，就从这里画到这里，红色的就是当前测的这一段行情的成本价。这里它是一个几何形状，你可以在这里面呢加入箭头，可以在图表当中呢画各种各样的形状。例如呢，我们选择一个矩形，我认为啊，这个行情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支撑带，这个价格如果下跌到这个矩形的话，有可能会止跌，我就想在这个矩形里边呢去买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用矩形来画出未来你想购买区域，或者说支撑的区域，以及未来遇到阻力的区域都可以。那底下呢是一个磁铁标识，这个磁铁标识打开之后，就可以把你的趋势线跟你的 K 线吸附在一起，就不用手工指去对照去画了。那下边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隐藏图表当中的所有绘画的痕迹，也可以再显示这个小锁头。如果你想删除图表当中所有的痕迹的话，直接点击移除物件就可以移除图表当中的绘画痕迹了。还有就是点这边这个加号，可以设置一个价格提醒，这样你就不用一直登盘，就像闹钟一样，到了这个价格它就会自动提醒你。右边我主要想介绍第一个，也就是观察清单和收藏列表。点击它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我自己的标的观察列表。你可以把你感兴趣的标的都添加在这个列表里面。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K 线图是币安的 BTC USDT 合约，我们就可以右键这个图表，在图表中选择新增 BTC USDT 点 P 到观察清单里，这样它就会出现在右边列表中。之后就能在右边非常方便的切换不同标的，常态不同的 K 线形态，非常方便。ChainTradeView 的免费版本能够添加30个标的。除了在ChainTradeView上看线之外，其实现在主流交易所币安、OE 等也都介入了 TradingView 的 K 线，所以在这些交易所里边也可以直接用 TradingView 的界面去看图，而且是免费的，指标也可以随便添加，没有限制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未来更多简单实用的分享了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想看我分享哪些其他的工具教程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